如果你看到这个工具，脑子里可能会回荡起刺耳的震颤噪音。这是个车床用的切断切槽刀具，是个在工件上切削沟槽的工具。由于刀体支撑面积很小，而且切削量相对较大，这类刀具就非常容易产生震颤，尤其是在小型车床上。不过这不是本期视频的主题。普通切断刀只能径向切削，但有时候你需要在工件端面切出沟槽。如果用平直刀片来切断刀，支撑刀片的刀体部分会和工件发生干涉，因此你需要一把形状像香蕉一样的弯曲刀具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制作的工具。整个过程从一块精磨平整的工具钢开始，通过带锯和铣床初步加工出大致形状。现在得到了一个粗加工的刀坯，接下来就是有趣的部分了。这次设计的刀身内圆弧半径 12.5 毫米，外圆弧半径12毫米，这样弯曲的刀片上下端会更薄，形成合理的后角。用车床精加工刀片最终形状。为精确测量内圆弧直径，把一根20毫米精磨圆钢装在车床导轨上，并用百分表在刀架上归零。百分表归零后，锁死车床中滑板，避免意外移位。接着把汤刀杆装在卡盘上，就能精确对比刀尖相对于之前20毫米圆钢的位置。圆钢半径是10毫米，所以只需将刀具偏移 2.5 毫米，就能得到正确的切削半径。在开始切削前，先校正刀坯位置，并将床鞍刻度归零。如果需要多次走刀切削到固定尺寸，使用可调行程档块会非常方便。现在你看到的就是这玩意儿，感兴趣的话，制作视频就在视频列表里。接下来要精确定位外圆切削位置，把一根10毫米圆钢精确装在车床主轴旋转中心，然后调整中滑板，让钢针刚好对准外圆加工位置。用一块扁钢临时做了个刀架，这样可以固定车刀加工外圆。通过微调，让刀尖刚好轻擦钢针，实现精确定位。要用的切削刀片
上下各有一条小槽，因此刀体上的刀片槽中间必须加工出一条凸筋，防止刀片侧向滑出。在笔直的刀片上细准尺寸就已经很精细了，在弯曲的刀体这样操作难度就更高了。看上去第一面效果还不错。好了，终于可以插进去了。基本上是靠目测和手感进行了洗削，最终配合度相当不错。刀片上部压块的角度在机床上设定为45度，其实没必要这么精准，但既然能做到，就精益求精。在台钻上，公司的优点就是可以保证垂直度，之后再手动完成螺纹，这样效率高很多。现在机加工已经全部完成了，刀具只需最后修整装配，就能进行首次试切了。怎么样？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吧？这就是这个刀具的完全体，组装只需要一颗螺丝和一片切削刀片。到了6骡子6马的时候了，先用一段圆形塑料试试。由于还不确定刀具的承受能力，所以先给它吃点软饭。起码在塑料上的切削效果还不错。接下来再试试铝合金。目前一切正常，但刀具完全切入时震颤非常剧烈。解决方法是把刀具翻转180度使用，起码在这里效果很好。你们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镜头外又测试了几次，一开始都还算正常，直到意外发生，刀具不知为何被弓箭咬住了，结果直接给它掰弯了。特奶奶的投入这么多精力却变成这样，真的非常沮丧。如果之前给它淬火可能会更好一点，但生活有时就是如此。现在打算把刀身掰回原状，然后送去做专业的热处理，希望能挽救这把刀。本期视频的结局不太好，希望后续视频中的东西会做得更好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